Hello，大家好，这里是美美小学堂，回答网友歌唱问题，我是美美老师。因为近来比较忙，一些个人的原因吧，所以不能够直接面对面做视频。那在这里呢，我就录音回答大家的问题。那当然，如果是涉及到一些就是必须看到老师嘴型的话，我会尽量争取出镜。那最重要是，无论我出镜不出镜，最主要是解决大家的想提出的问题。好，那今天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就很多同学啊，觉得说我找老师来学唱歌，那么我唱歌的时候呢，我想用真声唱到最高音，我不想唱假音，也就是说他是非常排斥用假音唱上去的。那分两个层面来说吧，那从这个歌唱的就是专业的这个教育方面来说吧，在艺术歌曲里面的老师他特别的讲究，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声音不能够，就是真声区不能够唱上去的话，他认为你的这个声音是不通的。这个是在艺术歌曲方面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要求，虽然他也会讲什么到了什么女生啊男生的某个点是一些换声点，但是他始终认为就是说你的声音得通。那么但是流行歌曲的很多老师他会觉得说，如果你唱到后面的时候，比如说你虽然是用假声唱出来的，但是你的假声的技术足够以假乱真，就是说把那个唱到很扎实的时候，实际上也是 OK 的。先是从这个老师的，因为他学的不同的领域不一样，虽然都是歌唱，但是因为很多领域里还是有些细分的，就是大家的一些达成的共识和想法是不一样的。那么作为普通老百姓来唱歌的话，他可能有这种想法，他觉得哎呀，就算我假声能唱上去高音，我也很羡慕那种就是真声能唱得很高的音这样子的人，所以我可以理解这样的想法。那么我们分两个层面来说吧。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你看我们会知道生活当中有人是男低音、男中音、男高音，对吧？还有男生次高音、男高音。然后呢，女生呢，女低音、女中音、女高音。那首先呢，您得确定您自己的声区就是自然的天生的嗓子，也就是您父母给你的这个声音，您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不能说你天生是一个女中音或者女低音，你说我非得去，我必须得真声唱到女高音，我觉得这是违反一个非常就是人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科学，这个是做不到的。那么 OK， 排除这一点之外，如果你不是这种通常我接触的学生都是大概是在就算不能唱到女高音男高音，但是也至少是女生次高和男生次高。那么他们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唱不上去高音呢？就是大多数人，我不是说所有了，大多数人都是那种纠结着舌头，然后脖子往上扬，然后呢就是养成了很多特别使劲儿、特别用力的唱歌习惯。但是呢，他认为呢他的那个用力是对的，为什么？他通常说的一句话是：诶，你看我看那个歌星就这样唱的呀，他就是这么唱的，我听的没错，绝对没错，我就是跟他学的。那为什么他行我就不行？那我就想一下，每个人的，我把那个他的喉咙的这种力量啊，或者是能唱的什么样的承受能力，我比作每个人穿的鞋。如果您是36码的鞋，可是人家那个人歌星，您模仿的是38码或者是40码的鞋，你怎么样穿那么大的鞋呢？对不对？就说你已经超负荷的，虽然说可能听到你的音色，你觉得哎，你也可以做到。但是你的做到的这个音色，实际上人家是自然做到的 OK， 而你是费了好大的劲儿，就是说使劲儿，然后去模仿去压自己啊，这里用力那里用一些根本不该使的劲儿，然后你做到了那个音色 OK。 可能你觉得哎，前几年我都能唱呀，都没事儿呀，那请问你为什么现在不能唱了呢？就是这么折腾了好多年之后啊，终于这个嗓子声带闭合就弹性就全部就没有了，越来越差劲。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造成这个啊，也许也不一定是年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声带就出问题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想着，哎，那我找个老师调一下。可是调整的时候又出现问题了，就是当老师说，哎，你先放轻松啊，找一个就是说假声的那个感觉，因为假声它会让人每次我在我的教学里面，我经常会跟学生说，哎，我本来应该是说你放轻松，他总是不能够放轻松，可是只要我一说假声，那个所有10个里面有10个学生马上就会放松。但我当我不提到假声这2个字的时候，你让他怎么样放松，他就是支在那个地方放松不了。
所以后来我就说，可见这个假声这2个字啊，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马上就是人的这个大脑的反应啊，是如此的强烈，就是大家都认为只要是假声就不用力了，就瞬间就是放松，就会找到那种放松的感觉。那然后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之后呢，我经常就会调整我的学生呢，就是让他先放松到假声的那个感觉里去，唱到那个高音，唱到高音之后呢，用那个假声的高音的力量，以那个为基点啊，就是为尺子去量往下走。那这样的话呢，前面的这个低音的部分也会收缩很多的音量。那个时候呢，他就会唱的比较舒服。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音的质感也不是他想要的，他不喜欢，他觉得这么小的声音我怎么唱歌啊？你看那歌星唱着歌不是这样的。我想提醒大家，练习歌曲的过程，你不能只要那个结果而不去承受这个过程。你的声带闭合已经被你弄得已经很差劲了，你要重新的去 set up 你的正确的一个发声的，就是整个身体的协调的放松的正确的感觉，你是需要时间的呀。除了你自己本身的大脑里想的东西和你去协调你的肌肉是需要时间，而且你的声带闭合被你破坏了之后啊，你往回走的时候，那个恢复弹力可不是1天2天的呀，是需要一些时间的。那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不断的要求自己说我就要真声唱，那你还是扯着脖子很硬的那样唱的话，那还是永远没有改变呀。所以呢，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先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能放松的跟自己身体协调的感觉，把它哪怕你认为是放到假声也好怎么样也好。在这插一段哈，就很多人经常什么假声跟头声，就是老是在这里去纠结这个名词上的概念。那我是唱片歌手出身，在唱片公司里录音的时候，如果你的音乐制作人从来不会跟你说啊，你给我来这个声音的音色，给我来个头声，他只会说我要假声音色或者我要真声的音色，他不会说来头声的音色。那通常呢，我在教课的时候也会提到假声头声不同的这个名词。那我跟我的学生是提前讲好的，我说如果我说到头声的话，意思就是说我是希望这个声音是相对于来说比较扎实一点的感觉，但它还是一个假声里面那种状态延伸出来的，就是说可以貌似实际上你唱的是假声，但是因为那个身体的协调很好，声带闭合也不错，发到那个音上的时候给人感觉可以以假乱真那种，我就是说我要头声的音色。但是有些同学做不到，或者说有些歌曲里面需要那种很 soft 带一点气音的那种假声的效果的话，我就会直接告诉他假声。但是呢，在这个录音棚里录音的时候，那个专业的老师是不会分假声和头声的，他只会说假声。 OK， 这是一点题外话啊，但是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那么然后就是当我们建立了整个的一个非常让你放松的一个系统去发声的时候，你是需要一点时间走回来的。那么这个时间需要多少？很多学生忍受不了，就觉得我来学唱歌，我就是希望很快的看到效果。那在此我要问一个问题哈，考到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们条件都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光一个本科就得上4年？再别说什么硕士啊什么之类的了，他们在练什么呢？难道他们的声音条件比你差吗？音乐感觉比你差吗？都比你好，他们还要练那么多年。可见就是说，这个声音的技术它真的是需要你的耐心，各方面慢慢去协调的。你不能着急。就有的学生一学唱歌就会来问老师说，我学几堂课我能到达什么水平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以说你可以说他问的这个问题是 OK 了，但是实际上对我站在老师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非常不理智和不讲道理的。我经常回复，如果有人这样问我的话，我就会说那你跟我的配合度是多少，对吗？那我要是练到某些程度，我对你的要求是这样，比如说我要求你的身体要放松，可是你做不到的话呢，那不是也达不到我要的效果吗？也就出不到我们最后你想要的那个目标。好，我们转过头来再说这件身体协调的事情。那当我们协调好了之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发生一些问题，就是因为你完全放松嘛，是在假声那个感觉唱的，低音也是，而且因为你的声带闭合被破坏了以后呢，你的低音的假声唱的是怎么说呢？是非常抖，就我们北方人说的抖歘歘的会破，或者是或者是类似那样的声音啊，就是很奇怪的。
然后呢它都会有，然后不要怕，甚至有的人就是声带闭合很差的人，甚至发不出声音来，就是越到低音区，就高音区它还凑合能发出一点音，越到低音越发不出来。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上面要忍耐，从一个高音区然后下来到低音，然后再从低音上去，慢慢来回练。然后呢要把自己以前唱歌的所有的那种觉得我这个歌啊这样处理特别漂亮，因为那个漂亮的感觉是你也许是用了一下喉咙，或者使劲儿扯了一下脖子，或者舌根怎么用力一下，反正就是你的身体部位总是有一些部位在发狠，然后呢就是让你要到了你想要的某一个流行歌曲的一种效果。但是呢现在就是要让你完全放弃那些东西。就举个例子，就好像一个人喜欢吃辣椒，他无辣不欢，那如果那个饭里面没有辣椒，他就觉得没有味道，什么饭都不好吃。那现在就是让他要求要吃原汁原味的饭，比如说菜呀本身的味道不要放辣椒，那他就会觉得这些饭菜真的很难吃。就跟唱歌一样，你以前用了各种各样的，哪怕那些方法对你是有害的，但是呢给你得到了一个你满足的你想要的效果，那你到时候还是会去追求那个效果。那我在练唱的时候就发现，如果哪些学生越早的放弃自己曾经的那些观念，越早的放弃自己那些坏毛病，他会很快的能够练回来，练到对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些特别执着的，老是揪着你跟他说放松，他就是不愿意放松，他打心眼里就是不愿意，他就是觉得我还是想要那个音量，他自己还是在跟自己较劲儿。那这样的学生呢，实际上他的这种心态会延迟了他真正的就是往他想象的那个目标发展。所以呢每一个学生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过程当中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怎么实践的，这个是很重要。好，在这里呢我们做一个小结，就是说首先你要判断你的声音是男中音、女中音还是男高音，本身是这样的音色，你首先得具备这样子的条件，你才会让老师帮你去练。我不可能在你天生条件没有的情况下，我去给你变出来这样子的可能。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也许你是女中或者是男中，但是通过一些可以唱假声的那种方法啊，轻一点的方法，它只能练到一个听起来貌似很真的，但是我无法让你做到说就是真声上去的最高音，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首先是你的声音条件本身你就是具备那样的一个素质，那样的一个条件，那个高音的素质，你天生的本嗓具备那个条件，而是后天你是因为方法不对阻碍了你唱上去高音，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听清楚。那么如何判断自己，如果你不会判断的话，你就要找一个声乐老师，就是跟你听一下。但是以我的经验，因为就比如说我做老师，那我们也不是医生啊，我一下也看不到他的这个声带整个的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嘛，那通过就是几次的接触以后，大概练习啊些才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还都不能说我掌握得很好。因为以前呢我教过一个学生，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就觉得他声音就是个女中音，但是我上完几堂课之后，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她其实是一个大号的女高音。为什么他会所有的老师他教过的所有的老师都说她是女中音，她刚来的时候我也说她是女中音，但是为什么后来就改变了，就是因为我发现她的这种音色是女高音里面特别难得的，就是好多女高音的声音呢，就是那个相对来说呢，它会比较像小百灵鸟那样子的感觉，轻快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她的这种女高音就是戏剧女高音，就是从上到下都很粗的那种，广阔的那种，所以她以前就是老是给她定在这个女中音的感觉当中呢，她就没怎么练过高音，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那当我有一次去踏实给她练高音的时候，我非常惊奇的发现她其实是一个大号的女高音，而以前的老师并没有给她发现她那个高音真的是真嗓子唱上去的，也不是假嗓子。所以这个是我在教课应该是十几年的教课当中的一个意外吧。大多数人我还看起来还是看的都比较准的，基本上都能判断。那在我所有的教课当中，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属于那种女生次高和男生次高，就是说高吧，也没有说自己的条件达到最好的那种特别的高的那种高音，然后那么强劲有力吧。但是也不是说像纯种的男中音、女中音啊那样子的音色那么厚实，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的，我就把它称作为一个普通大众的嗓子吧，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对自己要有一个很好的认知，首先要分清楚你的嗓子属于哪一类，然后之后呢，就是说你如果确定了你的嗓子真的就比如说是就是女生次高男生次高的话，那你是可以练的，但是练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跟你的老师配合，或者你没有老师你自己自学的话，你也要让自己忍耐过那段时间是你不想听的音色，然后你觉得什么都不好听，声音又很小，你要慢慢的很小的找到一个协调，然后呢，它就以后那个声音就不会像你当初练习的时候那么小，它会慢慢的随着你的这个整个的身体的协调的好，还有你的声带闭合恢复的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同样还是那么点用力，就没怎么用力，自然的，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声音越来越大。其实呢，我们要的就是要这个，就是自然的大声，而不是说你挤压它，它才大声，你不挤压它，它就很小声，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原理。OK， 那今天呢，就是讲一下这方面，还有就是，同时我也想说一下，就很多人他练唱歌，他特别排斥唱假音，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态，但是有些人的心态就认为说，我假音唱上去的一首歌，不是靠真声唱上去的，我很没本事啊，我自己不行。但是其实呢，现在的流行歌曲，特别是现在的，它用到很多的假声的东西特别的多，而且有一些歌曲，你如果真的是全部都真声唱上去，是非常难听和奇怪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不要去排斥它，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的练习。只是呢，在我跟我的学生就是教课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学生一来的时候，他会带很重的那种气声的假声，就是让他的声带闭合非常非常的不好，然后呢，他就容易影响他就是声带闭合，然后呢会影响他的某一个阶段的练声的状态。所以我会建议他说，这段时间你尽量不要发那种气音的那种假声。尽量发的稍微就听起来闭合好一点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并不是说假声它本身是有错，或者说气音本身有错。气声、假声本身在流行歌曲当中唱歌，它就是需要的一个音色的渲染，它是需要的一个效果和情绪，你是一定要的。但是呢，就万事呢都要讲一个度你不能过了，你做过了的话，可能又会给你带来另外的一种不适啊，或者是不好，或者是一些危害，就是这样子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关于这个问题呢，先暂时分享到这里。如果有朋友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呢，可以留言给我，在视频下面我会有时间的话就会回复您。还有呢，下节课主要想谈一下，是不是我们的发声技术好了，我们的就什么都对了，都通过了，高音也能唱上去了，我们就能唱出好听的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好，如果您喜欢我的这个节目的话呢，欢迎您点赞、订阅、留言同时呢，可以的话呢，也分享给你的一位朋友。谢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